自古以来，瘟疫一直都在侵犯着人类的健康。我国数千年抗击瘟疫的历史，为中医治疗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几千年来，中华民族能一次次转危为安，靠的就是中医药。瘟疫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，对社会经济造成破坏。历史上，重大瘟疫往往还对文化观念、政治格局，乃至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。瘟疫没有国界，不分种族。人类历史上最恐怖、杀伤力最大的黑死病，曾经就在欧洲留下深深的印记。1918至1919年横扫世界的那次流感大流行，这一场灾难最终导致当时世界约1/4的人口5亿人感染，夺取5000多万无辜生命，成为仅次于黑死病的致命流行病。历史总是惊人相似，人类和瘟疫斗争一直从未停止。新冠病毒是人类面临的又一次传染性极强的一种新型病毒，或在人类认知之前就广泛存在世界各地。据美国一项抗体检测研究表明，新型冠状病毒至少从2019年12月就已经开始在美国出现。2020年初，异常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席卷武汉，无数白衣战士逆行而上，驰援湖北。没有特效药，没有疫苗，自疫情爆发以来，病例数在持续增加。这个病一定有一个药能治它，世间万物一物降一物。作为中央赴湖北指导组专家成员，张伯礼院士和刘清泉院长，这对抗疫老兵迅速加入了防控阻击战的先头部队。我们通过生物学调查知道它是湿毒疫。病高一尺，医高一丈。基于汉代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的经方组成，专家组最终通过辩证论治，研发出3药3方，自此开启了中医全面介入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。从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提出了伤寒的6经辩证论治，到金元时期提出内伤的一些学说，形成最鼎盛的时期是明朝和清朝的时候，出现了一批的文明大家。所以一部中医的医学发展史，实际上就是抗疫的发展史。中医药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也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。中医药早介入、早使用，有效阻断轻症转为重症。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，显著提高了重症救治效果。中医药3药3方有效降低了发病率、转重率、病亡率，促进了核酸转阴，提高了治愈率，加快了恢复期康复。我们的临床救治组在前期的临床观察的基础上，总结推出了3药3方。当时也开出了这个中医的处方，但是呢，有的处方没有药，它就像这个有了枪没有子弹一样的。后来呢，张伯礼院士呢就找到了我们。我开出这个方子来，怎么来做呢？我对他们湖北原来有个企业叫九州通，原来就有联系，就知道这企业，接触不多，我就试着给这企业打个电话，我说现在有那么个事儿，能不能帮忙做点药？我们也觉得难度非常的大啊，因为产能呢是我们的平常的10倍以上，原料、人手、设备啊都非常的紧缺。原料
再到我们工厂的生产，再到我们煎药中心的这个煎煮的质量，按照规范的流程来看，然后这个保证不能断货啊。陈皮180克，葡萄白术180克，黄芪300克，黄蜂300克，樱花300克，芥兰300克。整个煎药中心啊，也就像一个战场一样的。从专家到工人，正是上下一心的通力协作，才能保证3药3方的功效充分发挥。我们在这3000年当中，大大小小的疫情有500多次，几百次疫病，中医没有一次缺席过。在方舱，我们采用中医综合治疗的方法，控制转重率。我们降下方舱564个患者没有一例转为重症，中药治疗的转重率只有2%到5%，而不用中药的转重率往往在10%到20%。所以我们说，中药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成为中国抗疫方案的亮点，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发展的契机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肯定，也得到了我们党中央的表彰，也受到了世界的瞩目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，中医药彰显了独特的优势。当疫情在全球蔓延时，中医药战役经验走出国门，助力全球抗疫。这份独到的智慧与经验，也是中华文明献给全人类的绝佳礼物。